Hello，狮子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是要给狮子座的朋友们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哦。那我们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呢，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所以呢，如果刚好你不是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看到这一则影片的话呢，我会建议你以当下的月份为主，或者是前后推敲1个月的时间，通通都可以哈。影片下方资讯栏有详细的影片使用说明。那当然，我也相信什么时候看见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点，所以呢，我觉得你也可以不需要拘泥这些时间，去享受当下你看到影片的时候，这些影片为你带来的提醒就可以了。OK 哈，那么今天呢，一样按照惯例，在开场的同时呢，会有12星座的开场幸运小贴士作为给大家的这种生活小贴士的超前部署参考。好吧 ，OK 哈，首先呢，第一个我感觉呢，狮子座朋友，我闻到的是一股很像是那个什么柑橘类哈，柑橘类的东西哈，它就是有点橙子的味道哈，就柳橙啦、柑橘啦哈，类似这种香调，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刚好你在用的什么发油啦、精油啦，或沐浴乳或乳液等等之类，刚好是这种调性的哈。我觉得这种很清香的这种柑橘调的这种味道呢，会让这个狮子座的朋友们哈，整个人会有一种 refresh 的感觉，然后感觉到很舒服，很有精神。所以最近呢，如果你刚好比较疲惫啦，或者是你刚好有用这类型香氛的这种商品呢，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看看，好吧？会让你感觉有一种充电的感觉。OK 好，那第二个呢，要给狮子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我感觉狮子座的朋友们，你们最近跟这种粉绿、粉蓝色呢，很适合接触。OK 哈，特别是我看到有一些人，你们的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很像是针织外套哈，但是就是像女生在冷气房穿的那种，就是那种小的，这就很淑女风吗？是这样讲吗？就是那种这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哈，就是反正就是针织外套，不是冬天那一种啦，就是可能在冷气房可以搭一下啦，或者是出去可以做个造型啦，哈等等之类的。我就是有看到有一个很像是一个人的形象，然后披上这个小外套，所以有可能最近你刚好有买了这样子粉绿啦、粉蓝也可以哈，粉绿、粉蓝粉色系的这种蓝蓝绿绿的东西都可以 ，OK？ 有一些人你们是刚好发饰哈，或者是刚好身上有一些配件是这种颜色的哈，我觉得也非常适合你在这个月来进行一个搭配。那如果刚好你有一些水晶也是这种粉蓝粉绿的，也非常适合你这个月 ，OK 哈。好，那第三个呢，要给这个狮子座的朋友们开场讯息是，我很明显看到，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是不是有人在换那种电脑荧幕，还是说是换电视哈？因为它是荧幕哈，那现在荧幕都做很大，我有点不太清楚这个大小到底是电脑荧幕还是电视荧幕哈。反正 anyway， 最近有可能狮子座的朋友们，你们可能就是会换电脑荧幕、电视荧幕或者是投影机哈。现在有一些投影机是可以直接投放到我们这个大墙壁上面的哈。这个呢，也有可能就是你最近可能会去买的一些电子商品。OK 哈，好，那以上这个就是你的开场讯息，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你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哈。首先这个月份你的挑战牌卡是太阳牌卡，这3组能量场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到可能会引来事件是愚人牌卡。OK 哈，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希望透过传讯者我来告诉狮子座的朋友们好吗？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哦哈，请稍后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收看我的影片。为了提供给大家更多丰富精彩的内容，在今年我成立了思维手术室社群，想要邀请你一起来灵活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那在社群里，我将会带领大家一起练习思维改写，并且提升自我认知，让你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有更强大的底气以及过人的应变能力。只要点击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就会看到思维手术室的社群连结以及入群步骤的说明影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精彩的影片内容吧。OK， 好，我觉得狮子座的朋友们哈，我不得不直接告诉你哈，这个月份你会被怎么讲？你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情绪上面的这个挑战，但是呢，只要你能够撑过这个月份的话呢，那你会有一个新的开始。OK 哈，因为我刚刚花比较多久时间去感受你的能量场哈，就是觉得里面有一点点像是一个比较曲折迂回的一个故事。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解说哈。那新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呢，麻烦你哈，如果你要来到我的频道看我的影片，请跟我一起灵活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哈。意思就是说，等一下呢，我在讲解这个牌卡的过程当中呢，你要灵活运用套用在你现在想要对应交手的这个相关状况、人事物、事件、梦想或目标，甚至是你的创业、感情、投资项目都可以，角色可以互换，时间跟性别没有任何的限制。OK。好，我们就直接
从你这个过去的能量场来解说，你可能会比较了解我在跟你表达的意思哈。来，首先呢，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你抽到的是宝剑国王、圣杯骑士跟隐士牌卡。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拿这3张牌卡的能量场哈，瞬间就会给我有一种感觉，就狮子座的朋友们，你明明知道有一个人事物哈，你其实呢是很想改变的哈，不管是改变比如说相处模式哈、沟通模式，或者是比如说改变你们的合作模式都可以哈，反正就是有一个点哈，你去想一下，你是想改变的。OK， 而且这个点哈，你想改变，你是心里想很久的那种改变。OK， 这个就是这个宝剑国王啊，这个宝剑国王坐在这个石头的这个坐的这种皇位上哈，意思就是说呢，你坐在这边你就说好好好，你现在在喊口号哈，我想要改变，我想要改变，我不要让他再这样对我了哈，我再也不能够接受这样合作的条件了哈。这个石头坐这个椅子哈，比较有点像是说哈，你很像就是不能说你光说不练啊，但有一点这样的意味存在，就是说我的姿势很漂亮。我的想法也很完美哈，就是你的头上有这个蝴蝶哈，就是我姿势摆得很漂亮，想法很完美，但是我坐在这个石头的这个椅子上啊，动也不动，你懂我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行动，这个石头的椅子象征的就是没有行动。OK， 然后呢，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你这个圣杯骑士还不断递这个圣杯给你交手的那个人事物，意思就是说呢，我讨厌我老板，我明天就离职，我讨厌我另外一半，我明天就跟他分手哈。你虽然写那供哈，然后呢也说什么我明天就要跟他沟通，我要跟他谈判，我明天就要跟他摊牌哈。比如说你就是讲哈 ，keep put 啊，讲成这样，或者是讲给你的姐妹然后听，或者讲给你的哥们听哈。但呢，你又拿着这个圣杯，不断的去进攻你这个圣杯给他，我说，你今天好吗？有开心吗？要不要去吃饭呢？哈，老板，你看我这个报告做得怎么样？你真正到了那个关键要点，或者是面对面的时候呢，你又把你的热情拿出来去献给他了。OK 哈，那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在这边有一个隐士牌卡，这个隐士牌卡是要把这个电脑关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原本我这些计划哈，到最后就很像会花体哈，就到最后这件事情就没有被实现，所以这个电脑关起来就是说我很会计划，但是呢，我在执行方面可能就有点落差。OK 哈，所以呢，你把手放在你的胸前，扪心自问说，我心里哈这边是有一个钱币一的哦，我心里呢这个真正的想法到底什么时候会落实？就是说我心里想要的这个改变，我心里想要的这个比如说就是这个不公平的要求，何时可以来到一个我觉得舒服可以接受的这个状态？你一直在东想西想，东想西想，但是就是想。OK， 这个就是你过去给我的能量场的一个状态哈。那来到这个现阶段能量场，这是一个钱币3，这是一个宝剑4，这个是一个塔牌。OK 哈，我个人会感觉呢，这边是一个狮子座的朋友们哈，来到了一个觉悟点。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哈，这个钱币3象征就是你在这边哈想很多的那个人事物哈，在这里你其实还是持续的跟他在进行合作，或者是交往哈，或者是继续在一起。OK。这个状态呢，其实会让你来到这个宝剑3很不舒服的一个状态，而且这边有一个塔牌，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现阶段的能量场，应该会发生一件事情，或者是你可能会有一个啊哈 moment， 或者是你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真相，导致于让你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天哪，原来搞到最后是我自己整了我自己，对方并没有对我怎么样，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跟你说呢？原因是这个钱币3呢，在这里象征的这个隐士牌卡胸口的这个钱币1呢，钱币3加钱币1象征的就是说你墨守成规啊，你这个人不愿意改变，你就是想要用这个旧的方法去觉得说它会有新的结果哈，这个就是为什么来到这里，你开始意识到说，原来我会这么不舒服，原来我会这么不爽，原来我会心痛，原来我会难过，那是因为我不断的先进攻之外，我还把这个钱币呢投到这个钱币3，就是跟这个人合作的状态当中，是我去愿意巩固了这个合作在一起，或者是连结，或者是这一场交易。OK， 所以才会导致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你是醒悟了。OK， 好，你是醒悟了。那醒悟的过程当中呢，这边有一个太阳牌卡，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在这样的状况当中，你要如何看到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东西，转换你的思维跟想法，把它看成说，你看吧，我既然都已经这样做了哈，我给他比如说热脸贴冷屁股哈，或者是我付出哈，他根本就不珍惜。你看这边这一个人事物哈，我真的觉得借由这个事件哈，我真的是看清了哈。如果你能够转换这个角度，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的话，这个太阳牌卡的挑战你就能够突破。为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塔牌会发生的这个事件会考验你的情绪，就是说你能不能在一个很糟糕的状态之下，依然用一个非常正向乐观的角度去看，原来这就是老天爷可能要提醒我的地方，或我该放手，或我该改变的地方啦。这个就是代表你的挑战要保持这种阳光般，或者是这种很乐观的这一种状态。所以来到未来这一状态呢，这是一个恶魔牌卡圣杯9。
还有一个权杖十 ，OK，我个人会感觉呢哈，你只要能够通过这个挑战来到这里哈，我觉得为什么我刚刚会在现阶段的能量讲现阶段的能量场讲说你已经醒悟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恶魔牌卡呢，是你知道 ，OK， 这里我醒了 ，OK， 好，我现在理解了 ，OK， 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哈，比较有一点像是说，我现在暂时可能也没有办法跟这个人分家，好，比如说这份工作你也不能说辞就辞，哈，这段关系也不能说断就断，就是说这个跟你交手人数还会有一点纠缠，还会有一点时间是需要在那边消化的哈，所以呢，来到这里，你知道说这是你自己种下的一个结果，不管你是就是不管你是让对方予取予求，或者是你不害怕改变，或者是你不敢放手哈，等等哈，你们自己填空看你的理由是什么 ，OK？ 你知道你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OK？ 当承担所有的责任之后，你才开始会坐在这边思考，那什么样的东西才会让我感到快乐？所以在未来，你目前看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愚人牌卡，这张牌卡很好的意思就是说，起码你在这边哈，有点像是被当头棒喝了。当头棒喝之后，你经历过这个考验，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新的这个契机就会来了，或者是新的开始它就会来了，好吧 ？OK 哈，所以我才会说呢，在这个月份，你可能会有一个蛮大的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考验，你可能要先自己做好心理准备 ，OK 哈。好，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我们现在是要用宇宙验证牌卡来验证刚刚我要跟你所说的这些能量场的一些细节跟一些关键点哈。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来用这个最后一张牌卡来告诉这个狮子座的朋友们有关于哈，就是天使跟宇宙要给你的补充讯息，好吗 ？OK 哈，好。辛苦就是在等这一张哈，好来，好，我们先来看过去的能量场，来过去的能量场，完了，狮子座朋友们会不会恨死我？哎，我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哈。我身为一个传讯者，我就实话实说告诉你好不好？来，首先我要先告诉你，我抽了3张牌卡，3张牌卡都是重叠在一起的。OK 哈，你要注意听哈。这一张牌卡告诉你，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你抽到的是一个力量牌卡，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含义就是说，这个你在这个月要经历的这个挑战是要靠你自己的内在力量，你的内在力量要去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请注意看哈，这个就是塔牌。你的塔牌能量哈，在过去能量场就已经跟你预告了，你哪各位跟小安内哈，你要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呢，你很快就会遇到塔牌在这边实现了。那在这里呢，这个力量牌卡也象征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哈，你们是太硬钉了。OK 哈，或者是太逞强了，所以在这个状况当中，你可能就说我再撑一下下，我再坚持一点点，应该会不一样吧哈。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可以，有些人是不是不行的 ？OK， 所以这张力量牌卡象征的是说，你除了要冲破这个挑战要用这个力量之外呢，某部分也在隐喻某些狮子座的朋友们，你可能很爱面子，很爱逞强。OK， 逞强的后果就是会引来塔牌事件，塔牌的事件最后结果就是变成魔术师。魔术师象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要自己去收拾这个残局哈，你把这件你把这个塔牌变出来，那你有办法把它收回来 ，OK 吗？所以呢，你其实的能量场哈，在过去这个领域我就已经帮你看到这个结局了。所以为什么我刚刚在前面解读牌卡比较久的原因就是在这。好，那既然如此哈，老天已经跟你预告了哈，这是什么？你自己看哦哟，狮子座朋友们，你看哦，你过去到现在的能量场，所有的牌卡都是3张叠在一起的，你这根本就是像是一本小说，你知道吗？我很像在翻页哈。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我刚刚是不是有跟你说，你把这个塔牌变出来，你就有能力把它收回来嘛。所以来到这边是一个隐士牌卡，隐士牌卡对不起现在我这边比较天黑了哈，所以可能看不清楚，但没关系，我会讲解很清楚哈。来，隐士牌卡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哈，你来到这里哈，经历了这个塔牌的挑战之后，这个隐士象征就是你必须要在这个黑巷里面，在这个暗黑的道路当中去寻找一个光明的出口。来到这边是一个 justice， 这一张牌卡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之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你怎么做，所以你就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我们不会说我们要谴责你说你活该哈，谁叫你要这么做？不是的，我们要告诉你的意思是，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这件事情有这样的结果，那你就改变一个方法，你懂吗？所以来到这边，这是一个战车牌卡，战车牌卡象征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准备好要行动，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像我刚刚讲的当头棒喝了，所以这个战车你是已经站上去了，不过这2匹马是还没有站起来啦哈，所以呢，我才会跟你讲说，你在这边是一个醒悟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醒过来了，但是我还没有要跑。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呢，你的挑战牌卡，这个太阳牌卡，你抽到这2张牌卡呢，分别是一个圣杯侍者，还有钱币五。OK， 圣杯侍者跟钱币五象征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看到这是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你用这一个过去的这种方式或方法，或者是相处的模式或沟通的这种你们这种往来的这种状态哈，这个呢已经不再是你注意看哦。你看哦，这个递圣杯不断递给这个人事物的这个过程哈，
已经没有办法让你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你得到的只是冷落，你得到的只是别人的不在乎，你得到的只是别人把你踹一脚出去，在门外等，因为这个就是进不了教堂里面的人，你懂我意思啊？所以他们才会在外面啊，就是经历这些冰风雪雨之类的东西。OK 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开始在这里会有点情绪上面的这种状态，就是说我已经付出这么多了，我投入这么多了，我努力这么久了，为什么这件事情还是这样？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情绪出现哦。OK，but 我还是要告诉你，这个就是你的一个挑战啊，所以我会实话实说哈。OK， 好，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当中，既然你已经觉悟了，你也领悟了这些东西，我们来看最后的验证牌卡是什么？来，这3张牌卡哈，你注意看哦，这个不偏不倚哈，权杖10验证权杖10的哦。OK， 好，来。接下来呢，来到未来的能量场当中，你除了要进行疗愈，你既然要承担责任之外，最重要的是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思考，我到底该怎么样做比较好？我要重新去衡量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改变，什么不需要改变。OK， 还有一件事情，在这样跟你交手的人数状况当中，你还能不能够拥有你自己想要的平衡 ？OK， 这个就是你未来的能量卡的这个牌卡的验证哈。那最后我们来看天使跟宇宙还有什么样的补充讯息要给我们狮子座的朋友们好吗 ？OK 哈。好，等我一下哈，我感受一下。好，他们说这个就可以了。行，好，来，我来看哈，来2张，一张是比较，一张是参与。OK 哈，这2张牌卡呢，其实要告诉狮子座的朋友们哈，他们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某部分在这里哈，你会卡顿，会遇到这件事情发生的这个狮子座的朋友们哈。第一，你是本身参与在其中了。我刚刚有跟你讲了，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是一样的道理哈。你不这样顺着它，你不这样子宠溺它，它怎么会飞上天呢？哈，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会参与在其中。OK， 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某部分的狮子座朋友们，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比较哈，给我一种感觉哈，你在交手这个人事物之外，可能或许有一个你的竞争对手，所以呢。为了要赢过那个竞争的对手，你必须要参与在其中。那参与在其中之后呢，你可能又用了不对的模式或方式去参与这个你可能不需要淌的这个浑水。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蛮特别的，是跟某部分的狮子座的朋友们讲。OK 哈，所以你要去想一下，可能你在这其中过程当中有一个竞争对手，导致于你这个比较心态，或者不愿意输，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样，导致你在这里面可能越陷越深。OK 哈，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讯息，要给这个狮子座朋友们做一个补充，好吗？你可以去灵活运用套用看看。OK 哈，好，那以上这个就是要给狮子座这一次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我希望其中有1-2句话能够帮助到你。如果符合你的故事，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我都会亲自去看你们的留言，好吗 ？OK 哈，好了，那也非常感谢狮子座的朋友们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喽，拜拜。